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尤其重要。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吴明吴老师，也是你的预防医学专家老吴。那我们今天呢，又再一次邀请到我们最可爱的这个营养师，我们王若玉王营养师。大家好，听众朋友好，老吴好，我是王若玉营养师。对，我们若玉营养师，不要看他这样年纪轻轻，我真的看他的那个资历，我快念不完了，你知道吗？光是有10年的临床营养师资历，又有运动营养啊、慢性病管理啊、减重咨询啊，这么多丰富的资历，其实完全就是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再次把你邀请回来，我们就是想要更进一步的。上一次我们有聊到说食用油它里面跟健康的关联性，这一次我们想要来更多运用面的东西来请教你。那我们都知道啊，前阵子我常听到人家说什么，哇，我要减肥的时候我要吃什么防弹咖啡，对不对？那防弹咖啡其实听说它里面那个也都是跟油脂有关。没错。这个呢，刚刚看看老吴的身形就知道，我必须要好好的了解减肥这一 part。好，那营养师再给我们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好，减重如果从油脂切入的话，我觉得想先跟大家聊是油脂是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对，那因为最常见的是大家都以为油脂的热量很高，所以在减重的时候呢，就直接先不吃油。现在很流行这样的餐点就是水煮餐。对，那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只吃水煮餐。如果你3餐都是水煮餐，你一整天都没有油脂的话，其实我们减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跟我们身体的荷尔蒙非常的有相关。但是你全身的荷尔蒙都是油脂做的，你只要没吃油，荷尔蒙失衡。为什么会有女生减肥减到月经不来、狂掉头发、皮肤粗糙？有没有听过面色蜡黄？这根本就不是减重，好吗？这会变成那个，就是那叫怎样啊？饥荒吧？它不是减重，就是会变得减得很不好看，减得很不美。所以呢，以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一定要记得，减重绝对不是无油。那刚刚吴老师讲的这个防弹咖啡其实它是一个特殊的饮食法，从这个生酮饮食来的。有一些人吃生酮饮食或是低碳饮食，我们稍微讲一下生酮好了。反正简单来说，我们营养要减重，就是3个营养素的比例：碳水化合物、脂肪跟蛋白质。百家争鸣说，到底那个比例要怎么抓？我直接告诉各位，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一个人能瘦下来的就是不一样。所以你今天要吃什么饮食才能瘦，我不晓得，请详细来咨询营养师。如果你用了自己一堆方法，生酮饮食就是它会把我们的饮食的这个油脂的脂肪的含量拉得非常的高，把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就是一般量，但是碳水化合物压得很低，这样子的生酮饮食，有一些人才会说早上要喝一个防弹咖啡，里面可能会加什么草饲奶油或椰子油。我自己有打过，吴老师有喝过吗？我其实试着喝过1个礼拜。那你怎么弄？你用什么油去加咖啡？我就真的用椰子油啊，人家买了一罐椰子油给我去加咖啡这样子。然后呢？然后你喝起来觉得怎么样？就是因为很难喝，我就撑了1个礼拜，我就受不了。我告诉你秘诀，你是没有用果汁机打。那个要打是不是？对，因为你直接混在一起倒进去。我有打过，我把奶油、草饲奶油因为你知道营养师，我们这个是中立的角色，我们所有的饮食都要稍微了解，没有绝对好或绝对坏，而是适不适合这个个人。要把自己当做试验。对，所以我有喝过。我跟你说，有打跟没打差很多，用果汁机。因为果汁机打那个咖啡跟油打在一起，它会乳化，变得比较好喝。但我在这边不是在推崇防弹咖啡，请如果你从这边开始听，不要搞错。就是因为生酮饮食有一些会搭配这个叫间歇性的断食，就是我们会有一段空腹的时间跟进食的时间。那他们为了要在这个空腹的时间可以撑比较久，才会喝这种防弹咖啡，但不是必要。对，不是必要。就人家说的168啦。对，168，16小时空腹，8小时进食。是。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尝试减重的话，最简单，我们可以尝试叫做低碳饮食。就生酮它是属于几乎没有碳。
对，这个太极端了。我只想跟大家说，你如果想尝试可以，但是它就是一个很难吃的饮食。是，所以我们现在至少从减碳、减少碳的摄取开始，对，减少碳水化合物。那碳水化合物在我们食物里面就是全谷杂粮，俗称淀粉类，还有水果跟牛奶。我们稍微去做一个控制。那最简单分享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完全不用计算什么营养素，你也不用算热量，太啰嗦了。211餐盘。211餐盘。对，你拿出一个盘子，一半都放菜。蔬菜类，然后尽量要多元2-3种以上，不要只有绿色，这个叫一半，所以是2倍嘛。来，有没有听到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把你的手掌先拿出来，当做一个餐盘，我们先切一半，对不对？对，切一半之后呢，蔬菜一半是蔬菜，然后1/4放这个叫做豆鱼蛋肉类的东西，另外再切一半。对不对？然后1/4，对，那剩下1/4我们可以吃好的原型的淀粉、全谷杂粮或根茎类，这样叫211，这样。所以它并不是完全不要淀粉，而是吃原型淀粉。而且像哪些是原型淀粉？原型淀粉就是长的是原本形状的淀粉，原本的原不是圆，不是那个 circle 的圆。来稍微解释一下，很多啊，什么地瓜、南瓜、马铃薯随便，但是这个211餐盘，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要吃油还是要有油？要有油。油的话，其实最简单、最适合一般人。我们一餐大概可以吃10cc 的油，这个10cc 就是你拿出免洗汤匙的2/3匙。因为免洗汤匙一匙是15cc， 2/3，所以其实一餐可以吃大概10cc， 这个没有精算。如果你要个人化，拜托去咨询营养师。我只是讲最符合大众，早餐10cc， 中午10cc， 晚上10cc， 就是最 normal 的这样子，就不要无油的意思。我已经强调，拜托不要无油，你会减成老仙女，开玩笑的。他营养师讲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呢，因为像我们在学校就常看到很多小女生啊，你知道她连去班剧的时候都会先准备1碗水，因为她要过油，她就是什么都不吃，这样就是一点油都不沾。但是其实长时间久了之后，我真的有发现，其实在皮肤啊各方面，甚至情绪好像都有点状况这样子。我刚刚对啊，头脑神经需要油脂，所以情绪可能会失控。是，所以你看吃对正确的油跟我们的减重其实是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不是不能吃，反而是要吃的适量、吃的适度，都可以帮助到我们在做体重控制管理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介入。那而且我听人家说，其实减肥啦跟油品有关，但是呢，过量的油脂的摄取或是不正确的油脂摄取，它可能反而产生疾病。对，这个过量就是我们现在要聊到，就是比较不好的油脂。是对，那其实很大部分我真的很不推荐的，就是一些加工制品，或是很多外食，它是高糖高油的混合物。高糖高油，对，像是因为外食的油，我们就是前一集有聊到，它可能不是这么的 OK， 然后再来是它的油量也不那么好，就是油量没那么好，油脂品质也不好，或包括回锅油。有没有逛过夜市的那个炸物或是卤味？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放了几百年没有再换。对，那个就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就有点爱吃。对，我觉得是厂商的问题，因为如果说一直都在换油，你自己在家里炸可能也还好。对，但是呢，这个外食这种油糖的混合物，或是加工制品，或包括零食，包括很多烘焙制品，那种台式面包，那种一看就知道它油脂不是很好的这样子类型的，什么凤梨酥、蛋黄，我会不会被那个烘焙厂商讨厌呢？所以你刚刚其实点到一个要点，倒不是要去污名化这些炸鸡或是这些烘焙食品，反而是因为制作的来源的这个厂商有没有一个好的把关，有没有好的控管。如果他能够照实的去换这些油品，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健康的吃，适量的吃，对，适量的吃。是，所以我们如果在选择这些油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场景搬回到自己家，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去做，或者是选择一些大的厂牌的食物，因为通常这些大厂牌食物会有所谓的生产履历嘛，所以它这生产履历可能就可以追溯得到它里面所使用的油品有哪些。
对，哇，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帮助很大，因为表示说我们以前是为了害怕，所以连碰都不敢碰，但是现在营养师告诉我们说，对，我们其实只要找对方法，找到它的源头，我们都还是可以放心的来食用，对不对？对。哦，那这样它对于疾病啦，像你刚刚也有说到发炎，那这个部分它的关联性是什么？对，油脂其实跟抗发炎的促发炎有关嘛，就是 Omega-3 和 Omega-6的比例。那其实身体的发炎呢，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一些心血管方面的健康。很多人现在有这个三高，可能要预防三高，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对，因为三高的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血管或脑血管疾病，像是中风或是心肌梗塞。是，对。那这边呢，最有关系的是，为什么我们会真的有一些人会变成中风或心肌梗塞？最大的原因不是只是他抽血的这个三高的问题，对，我们真的要变成这个血栓。卡头就是中风嘛，卡心脏就是心肌梗塞，这很好理解。为什么会变血栓呢？你讲得很轻松，我听得很害怕。真的吗？太常在讲了，这样子啊，会变血栓。其实大家一定会看你的健检报告的数值嘛。对，尤其是这个血脂高，血脂里面有什么？有总胆固醇，总胆固醇有三酸甘油脂，还有这个 LDL 就是低密度胆固醇，还有 HDL 高密度胆固醇。哪一个比较好？对，俗称 LDL 就是坏的胆固醇，HDL 是好的胆固醇。好，简单来说呢，医生可能会看如果你的 LDL 的数值过高，医生就会说你这个很危险要特别注意哦。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如果你今天这个人真的会成立心血管或脑血管疾病，必须是要 LDL 过高，再加上长期的慢性发炎，这两个同时成立才会变心血管疾病。所以今天如果听众你 LDL 过高，我们不用太害怕，我们确定自己不要再发炎就好，不要长期慢性发炎就好。LDL 就是所谓的低密度脂蛋白，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样。是。然后 HDL 是高密度脂蛋白。对，我们以前都常听到一个观念，他就说什么，高密度是资源回收车，没错，资源回收车。然后低密度脂蛋白，它就是沿路丢垃圾的那个回收车，因为它比较不容易把这个胆固醇带走，这样子是不是？对。但是其实题外话稍微补充一下，因为我自己后来比较走到这个预防医学的领域，就是我们希望是器官个体的器官健康度要能够优化，能够去预防一些疾病。那其实代谢胆固醇是我们的肝脏，所以肝脏机能要好。还有呢，胆固醇是从肠道排出。如果今天这个个体呢，这个个案有便秘的问题或肠道不健康，其实也都需要一起调理。所以连便秘可能都会去影响到这些问题。对啊，那便秘就没有排泄，环环相扣扣成这样子。对，那当然刚刚讲发炎的问题就是油品上的选择。对，如果真的已经高血脂，那我们不要让自己长期慢性的发炎。是对，那确认自己有没有这个长期慢性的发炎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想要更进一步关心自己的健康，我们可以去抽血检测这个数值，叫做有个指标，对 HSCRP。我们再一次。HSCRP， 我怎么突然变英文频道？它的中文叫做高敏感性 C 反应蛋白。对，验出来如果过高，其实就是身体真的有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建议要处理，找医疗端处理这个问题。是他如果不太理解的话，其实到一些健检中心，就说我想要去测我的慢性发炎指数，对，这应该也是可以啦。可以，因为现在实在太容易发炎，大家知道怎么样容易发炎？第一个，腰围过粗。就很容易发炎，因为肚子这边一堆内脏啊，内脏这边堆积脂肪就容易发炎。男生90公分以上，对，女生80公分以上，这感觉很容易就会超标，一个不小心就超标了。然后再压力很大也会发炎。现在请问大家谁没有压力啊？应该是没有人，每次演讲问都没有人举手，可能全场只有一个举手，而且还不敢举，因为总经理在旁边，不敢说自己压力很小。太好笑了啊！这个是腰围跟压力，还有外食。发炎的话，其实跟肥胖也直接的相关。对啊，所以我说现在不发炎实在是蛮厉害。对，所以现在反而发现说，这个所谓的万病的根源其实是身体的慢性发炎。对，所以为什么现在 Omega-3 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真的很少在抗发炎。是，所以我们其实如果能够选对好的油品，那我们其实还是有机会把我们身体的发炎控制在一定的程度里面。没错，对这个健康是很大的帮助。而且癌症其实是慢性发炎的疾病。
对，要大家多关心自己的健康，就是真的可以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在发炎。哇，这太震惊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以为的油品，跟我们所有的疾病啦，然后减重啦、心脏血管啦，甚至营养师你刚刚说到的癌症的控制，预防癌症都有关系，都有关系。油脂真的很重要，要吃对油，不是不吃油。真的，这样子，下次呢，我在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我就会反过来先去超市，先挑选我觉得好的油品，对，然后支持国产的很多好的油。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工会的这个理事长，他们就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台湾的油品其实一点都不输进口油，没错，而且价格是比较亲民的，亲民实惠，然后又可以爱地球，对，亲民实惠、爱地球、爱台湾，所以支持国货蛮好的。对，所以其实我们选择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同时也在为这个社会尽一份社会责任。没错，没错，讲了都要鼓掌，起立鼓掌，就是好感动，不禁流下2滴泪。好，所以我们每次若玉营养师来，就跟我们聊得很开心哈。这希望下一次我还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跟您多聊几句。今天谢谢若玉营养师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内容跟知识。那我们下一次见，拜拜，拜拜。